大家好，我是 Joseph。这段影片来跟大家讲讲 Mortgage REITs 的两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呢是 Joseph 在每个月回顾里面呢都常常提到的，叫 Arbor Realty Trust， 股票代码是 ABR。那这一支股票呢 ，Joseph 从17、16的左右就开始买到之前跌到10左右的时候。那现在这个股票涨回16了，所以你可以看到 Joseph 对这一家公司呢非常有信心。但是 Joseph 在之前的影片呢没有给大家做对比，你这些公司的好与不好其实都是要靠过比较才能知道的。那首先要说的就是 Mortgage REITs 呢是风险比较高的投资，所以如果你的风险承受属性不是那么高的话，大家还想买，请控制好仓位。那今天要比的另外一家公司呢，叫Ready Capital， 那股票代码是 RC。那我会透过一个网站叫 Simply Safe Dividends， 这个网站的服务呢，来给大家看一看。首先你可以看到 Arbor Realty它的股票的市值是在大概3 billion， 但是这家公司呢大概是在2 billion。 那如果从股息来看呢， Dividend Yield 那 Ready Capital 是比较高的。那最近有个消息是 Ready Capital 还要再砍股息，就算砍了股息之后呢，这个股息也是很高的。你可以看到在股息安全性上只有15分，那 Arbor Realty 在这里是50分，所以这就是两间公司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再看股息成长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 Arbor Realty 都在努力的成长，但是这间公司呢就起起伏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形态。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主要的一些数据。在 Ready Capital 你可以看到它的 payout ratio 超过 10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就表示这间公司可能没有办法付出股息。那股息就算再高，如果公司付不出来，那也是白搭。所以它就算从未来下一年的 payout ratio 来说呢，也是 94%， 所以公司容错的空间呢非常小。如果只要有额外的风险，或是公司经营比较不好的话呢，他们很容易付不出来股息。那这也难怪 Simply Safe Dividends 呢给它的安全指数就是那么低。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呢这里就跌了，那在这里21、22这里都持平的这个现象。反观 Arbor Realty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 payout ratio 只有 70%， 那股息有10年的这个历史， forward payout ratio 呢在 87%， 所以在这里面呢还有一点点空间。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从2011年之后呢，公司的股息都成长得非常稳定。那最近5年成长了 16%， 所以 Mortgage REITs 本来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公司，但是它可以在这个情况下还经营得这么好，那表示公司的经营团队非常的专业。Mortgage REITs 呢，它算是跟房地产相关，所以算是 REITs 的一部分，但是它主要是做金融产品，所以呢，在分类其实算是在 financials 上。那 financials 上呢，在 Mortgage REITs 这么高的风险，在他们的 P/E ratio 来说呢，都是稍微低一点的。可以看到对于 Arbor Realty 来说呢，现在其实也不贵，从这个 Dividend Yields P/E ratio 来说呢也不算贵。但是从 Ready Capital 来说，它的这个里面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虽然看起来挺诱人的，现在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重点就是它的安全性不够。
那现在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如果在砍股息，公司在遇到不好的情况下呢，公司要跌破这个价格呢，应该不是太困难。你可以从盈利上来看这两家公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 payout ratio 跟前面的呢，其实是资讯是一样的，我们就不看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earning per share 还有free cash flow 这两个在分析公司里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ABR 它在这里面都是处于明显成长的，但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它涨跌的幅度太大。那从它的free cash flow 来看呢，它的 free cash flow 不稳定，但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呢，这最近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现金流。那在这个里面呢 Arbor Realty 对跟 Ready Capital 比较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明显的好的。那你可以看到 Sales Growth 里面呢 Arbor Realty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况，但是这间公司的 Sales Growth 呢就是起伏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你就会看到它的 EPS 的成长就是会波动非常大，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希望公司可以稳定的成长，并不一定要非常快，但是希望它稳定。那 Arbor Realty 在这里就是呈现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所以在整体看起来，你就可以知道 Arbor Realty 跟 Ready Capital 两家都是同样类型的公司，但是两者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也是给大家做功课的时候呢一个思路。一家公司的财报看了半天，你没有办法确定这家公司好或是不好，那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找同样的产业类别其他家的公司，有些公司的好与不好都是透过跟其他的公司来比的。那我自己对 mortgage rates 的信心主要是来自于 Arbor Realty Trust， 不过看法归看法，重要的是仓位的控制。虽然我对我自己的分析有信心，我也对 Arbor Realty Trust 的管理团队有信心，但是这不代表公司以后不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或是公司的经营会继续一帆风顺。所以整体来说Ready Capital 跟 Arbor Realty Trust 呢，两个是不同量级的公司。Arbor Realty Trust看起来比 Ready Capital 好太多了，那这也是我会看好 Arbor Realty Trust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再说一次，仓位的控制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自己的风险承受属性没有那么高，你可以少买一点，或是等它有明显的跌幅的时候再买 Arbor Realty Trust。那如果你不介意承担一点风险， Arbor Realty Trust 在16以下其实也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的标的。那至于这个 Dividend Yield 的 10.73 还会持续多久，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了。那整体的 rates 不管是 mortgage rates 还是其他的 rates 来说呢，目前整个产业还是没有被市场看好，那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只不过这个投资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如果你不介意在不确定性中冒一点风险来投资的话，那 Arbor Realty Trust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简短的说到这里，我是 Joseph， 喜欢影片或是觉得影片有帮助的话，请按赞让 Joseph 知道哦。